提到日本，你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樱花盛开的浪漫画面？动漫、漫画、电影里塑造的异国情调，还有那些独特的文化符号。但别忘了，夜幕降临后，人性的真实面目会悄然显现。日本的夜晚就像变了一个世界，灯火通明的城市中，不仅是穿着暴露的女孩在拉客，还有一个隐藏的堕落世界，充满了恐怖的角落。准备好探秘这个国家的夜生活了吗？记得订阅，让我们揭开真相吧。日本的红灯区首屈一指的当属歌舞伎町，这个被称为不夜城的地方，到了夜晚就变成了一座魅力十足的游乐场。这里有艳丽的霓虹灯、炫酷的夜店，还有令人目不暇接的钢管舞表演。有趣的是，白天的歌舞伎町就像普通街区一样平静祥和，到了晚上却被广告灯光包围，小巷挤满了游客。你会看到穿着奇装异服的人在夜店前举着广告牌招揽客人，或者是穿着超短裙和性感睡衣的女孩分发传单。你还能去卡拉 OK 酒吧享受美女相伴，或者体验那些伪装成按摩店的神秘场所。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，还有身着水手服的女孩陪伴，甚至可以在大场馆内欣赏水中裸泳的表演。虽然大部分风俗店合法经营，但并不代表这里安全无虞。特别是一些深夜营业的俱乐部，往往由黑社会保护，没有关系的人最好别贸然闯入。而且歌舞伎町还有个潜规则，如果你没事先问清楚入场费用，可能会被狠狠宰上一笔。提到日本的传统文化，艺妓绝对是无法忽略的一部分。这些自17世纪就开始活跃的文化符号，常常被误解成高级妓女，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。艺妓是专业的表演艺术家，精通歌舞、三味线演奏和优雅的交谈，塑造出一种高雅而迷人的形象。艺妓穿着多层传统和服，不仅展示了奢华，也创造了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感觉，与当时的妓女完全不同。但艺妓的衰落并非因为过时，而是二战后日本政府禁止童工，加上经济改善，家庭不再需要靠卖孩子还债，这让艺妓数量从1920年代的88万宙减至如今的约1000人，主要分布在京都和东京。不过，日本夜生活并未因此黯然失色，反而迎来了现代艺妓。酒吧和夜总会里的男女陪侍，他们并不仅仅是陪酒，而是以温柔体贴的服务吸引顾客。在这些场所，时间和关注就是最昂贵的商品。陪侍文化虽然迷人，但也充满了危险和悲剧。比如新宿的一名男陪侍凤凰露娜，就曾遭遇女友因爱生恨而刺伤，而这位女友此前是他的忠实客户。更震惊的是，一些陪侍还会胁迫客户为他们偿还债务，甚至沦为黑暗交易的牺牲品。如果你以为日本的夜生活只限于酒吧、夜店或狂欢的卡拉 OK，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在日本，孤独也能租人解决。从租一个男朋友、女朋友到租一整个假家庭，你甚至可以指定租来的家人长什么样、个性如何。据统计，超过30%的日本成年人因工作压力或忙碌的生活而感到难以建立联系，于是这些服务应运而生。虽然听起来像是高端陪聊，但这些服务更多是为了提供陪伴和情感慰藉，而非满足某些成人需求。租一个理想伴侣的价格大约是每小时6000日元，2小时起租。而如果你需要一场完整的家庭聚会，价格则是4万日元左右。无论是短暂的陪伴，还是一次完整的家庭体验，这些服务都为孤独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解药。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，2022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，日本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16位。日本社会依然普遍存在男性主导的传统观念，这种思想根深蒂固，难以撼动。在日本，女性常被认为是照顾家庭和孩子的主要角色，而不是职场中的佼佼者。许多日本女性因为生孩子不得不放弃工作或放缓职业发展，即使继续工作，女性的薪资普遍低于男性，无论她们的生产力如何。不仅如此，女性在公共场所受到骚扰的问题也屡见不鲜，尤其是在公共交通上。近几年，日本实施了一些措施来预防痴汉，例如在上下班高峰时段，部分列车推出了女性专用车厢。同时，日本的手机无论是否静音，在拍照时都会发出提示音，以警告潜在的骚扰行为。然而，这些骚扰行为之所以得以持续，主要是因为旁观者的冷漠。有网友分享过他母亲在东京的地铁上遭遇骚扰的经历，
更令他母亲不解的是，当他抓住痴汉时，周围的人却纷纷退避三舍，没人愿意插手，甚至刻意回避。这反映了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，不干涉他人事物的沉默习惯。这种冷漠态度助长了痴汉问题的日益严重，使其成为女性日常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困扰。在谈到日本的夜生活时，居酒屋、日式小酒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居酒屋的价格和品质参差不齐，从提供便宜饮料和小吃的平价小店，到供应高端料理并拥有精致私人包厢的高档餐馆，应有尽有。然而，你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潜规则。很多居酒屋晚上不接受刷卡支付，所以如果你身上没有足够的现金，可能会很尴尬。为了避免麻烦，记得多带点现金。居酒屋会提供一份小前菜，叫做 atsushi。很多游客以为这是免费的开胃菜，但实际上这是要收费的。每位客人大约需支付300至500日元，这也被称为座位费。由于居酒屋空间有限，大多数只能容纳10至15名顾客。如果是忙碌的日子，可能会被要求在2小时内离开，为其他顾客腾位。所以别久坐不走，以免被请出去。外人该进是日本对外国人的称呼，专指那些非日本血统的人。在日本的一些夜间娱乐场所，拒绝接待外国人的现象并不罕见。这可能是因为酒吧员工不会讲英语，不想因为沟通问题、服务不周而造成麻烦。你可以通过酒吧门口的招牌轻松分辨是否对外国人开放。这些招牌通常用英文写着 Japanese only 或 No foreigners， 以避免外国游客因被拒绝而感到尴尬。在新宿著名的黄金街 Golden Gate 一带有许多小酒吧，这种情况更为常见。不过也不必因此担心，事实上绝大多数酒吧都欢迎外国顾客，而这种日本人限定的酒吧只占东京众多酒吧中的一小部分。在日语中，黑腐是用来形容混血儿的词汇，来源于英文 half， 意指半血统。自1970年代以来，这个词已成为描述混血人群时的常用术语。然而，黑腐这一称呼背后也隐藏着令人不安的现实。在日本社会中，混血儿的待遇不仅取决于血统，还深受肤色问题的影响。根据松本大学心理学家森伊夫的研究，日本人对白皮肤的外国人更为友好，而对黄皮肤或黑皮肤的外国人则较为疏远，甚至心存芥蒂。以网球明星大阪直美 Naomi Osaka 为例，她是世界知名的网球选手，有日本母亲和海地父亲，具有日本和非洲血统。尽管她在国际网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，还成为第一位登顶世界排名的亚洲选手，但在日本，她仍然遭受种族歧视。当她赢球时，日本人以她为国骄，而一旦失败，便伴随着无情的批评和网络攻击。许多人认为他不算真正的日本人，这一切都因为他的肤色和背景。这种歧视并不会被公开表达，却深深地扎根于日本社会的潜意识中。爱情酒店是日本独特文化的一部分，这些酒店不仅是情侣短暂休息的场所，还是创意满满的体验空间，有着各种千奇百怪的主题设计。草原主题的房间里，床铺设计成绿荫地毯，天花板上还闪烁着星空灯，或者步入魔法世界，房间布置的像哈利波特的场景，烛台、古老雕像一应俱全。太空主题房间内有蓝色霓虹灯和未来感十足的装饰，仿佛置身宇宙飞船。寺庙风格的房间配备会沐浴池，柔和的灯光和檀香，营造出一种宁静感。这里不仅是隐私的天堂，更是让你尽情发挥想象力的地方。从情侣到单身人士，甚至已婚夫妻都爱光顾这些酒店。他们为生活注入了一丝趣味和浪漫，而且情趣酒店几乎覆盖了日本每个角落，从繁华的东京到宁静的乡间，都会有独具风格的选项。虽然日本因干净整洁而享誉全球，但也有意外角落。例如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，虽然整体环境相较其他国家的红灯区干净许多，但夜生活开始后，垃圾也随之增多。清晨时分，清洁工忙着打扫，恢复地区的整洁面貌。这些隐藏的污点也是日本独特文化中的一部分，值得人们深思。提到日本，除了寿司、樱花和和服外，卡拉 OK 绝对是日本夜生活的代表性活动之一。如果你想知道卡拉 OK 从哪里来的，那你就来对地方了。卡拉 OK 的诞生地就是日本，而在日本体验卡拉 OK 可是一件不能错过的事。
在这里，从学生到上班族，甚至到退休的长辈，人人都热爱卡拉 OK， 时不时就跑去飙几首。而日本的卡拉 OK 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包厢式服务，不必担心跑调被别人嘲笑，关上门，这就是你的私人演唱会。你会发现包厢里设施齐全，巨大的屏幕播放歌词，专业级麦克风，高品质音响，随时都能给你演唱会般的体验。点歌机更是简单好用，触屏点一点，海量曲库随便选。最惊喜的是价格，尤其在非高峰时段，每人每30分钟只要100到600日元，简直是性价比之王。如果你想唱一整晚，不妨试试唱套餐，付一次固定费用，随便唱到天亮，根本不怕时间太久钱包受不了。更棒的是，日本的卡拉 OK 还提供各种美食和饮品，菜单从经典的小吃如薯条、炸鸡到地道的寿司、章鱼烧都有，甚至还能直接用触屏点单，方便到不行。觉得单唱不过瘾，来点饮品助兴吧。很多卡拉 OK 店提供不限量的软饮服务，从奶茶到咖啡都随便喝。如果是深夜场，还可以选畅饮套餐，啤酒、清酒、鸡尾酒畅饮到底，尽情释放你的嗨点。所以下次去日本一定邀约上朋友，来场豪华版的卡拉 OK 之旅。你听说过这样的酒吧吗？里面的调酒师不是人，而是机器人。没错，这可不是科幻电影，而是真实存在的日本特色娱乐文化。想象一下，当你走进酒吧，坐下点一杯鸡尾酒时，迎接你的不是微笑的服务员，而是一位戴着 LED 灯眼睛、挥舞着灵活机械臂的机器人。这些机器人不仅会娴熟地摇晃、倒酒、调制，还会秀上一段机器人 bartender 表演，现场气氛立马被点燃。有的机器人甚至边调酒边跳舞，让人捧腹大笑。不过，调酒只是开胃菜，更有趣的是，这些机器人还能跟顾客聊天，配备了人脸识别和情绪分析系统，他们会用几乎接近人类的表情和声音和你互动。比如，当你点单时，他们可能会幽默地问：“今天心情怎么样？”然后给你推荐一款适合的饮品。要是你郁闷了，他可能会推荐一杯轻松的鸡尾酒，让你放松一下。如果你在东京，不妨去机器人酒吧看看，这家店可是机器人调酒的标杆。每位机器人调酒师都通过不断的客户反馈，逐步提升自己的调酒技术。甚至有顾客打趣说，机器人调的酒比人类调的还专业。更酷的是，有些酒吧还用小型机器人送酒，他们端着托盘滑到你的桌前，像个精致又专注的小服务员。还有些机器人会微笑和眨眼，简直让人感觉像在被特别贴心的招待。下次去日本旅行，不妨去这些机器人酒吧看看，说不定会成为你旅程中最难忘的一次体验。说起日本的夏季活动，花火大会绝对榜上有名。花火在日文中译为火之花，听起来是不是就很浪漫？这种传统活动起源于1700年代，最初是用来驱邪祈福的，而现在它已经成为日本夏天不可或缺的文化盛宴。特别是在东京，这里的花火大会绝对是视觉盛宴中的天花板。每年7、8月，几乎每周都会有花火大会，有时甚至1周2场。无论是公园、河边还是海岸，随处都能看到绚烂的烟花点亮夜空，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和当地人前来围观。最具代表性的活动要数于田川花火大会和江户花火大会了。这些不仅是看烟花，更是一次感受日本传统文化的机会。烟花绽放在夜空中，倒映在水面上，形成一种既壮丽又浪漫的景象，让人目不转睛。当然，看花火大会还有装备讲究，很多人会穿上传统的浴衣，带上风车和小扇子，再啃上一块章鱼烧，整个氛围直接拉满。所以，如果你夏天来到日本，一定要去体验一次花火大会，站在烟花下许个愿，说不定你的愿望会被火花送到天上呢。提到日本的主题公园，你可能会想到白天的游玩场景，但你知道吗？日本的许多主题公园到了夜晚，简直是换了一个马甲，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魅力。夜晚的主题公园有一种奇妙的浪漫氛围，尤其是摩天轮，它不仅仅是一个游乐项目，更是夜景观赏的绝佳 VIP 座位。比如横滨的 Cosmo Clock 21摩天轮，这可是港未来地区的地标之一，也是欣赏日本夜景的最佳打卡点。当摩天轮缓缓升起，整个横滨夜景尽收眼底，高楼、港口，还有那个永远闪烁着彩色灯光的彩虹大桥，
每一眼都让人心醉。Cosmo Clock 21本身也很有趣，它像一只巨大的时钟，夜晚亮起的灯光为城市的夜色增添了一抹浪漫。除了摩天轮，夜晚的主题公园还有很多值得体验的地方，比如灯光秀、夜场巡游，甚至是晚场限定的小吃摊。再加上夜晚人少，排队时间大大缩短，真是身心双重愉悦。所以下次来日本，记得别错过这些夜晚的主题公园，让他们带你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童话世界。最后，让我们把视线转向运动场。日本的夜晚不仅是游玩的好时机，也是运动爱好者的天堂。相扑，日本的国际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运动项目之一。比赛通常从下午持续到晚上，尤其是像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和福冈这些城市的大型赛事，场面更是热闹非凡。比赛虽然时间短暂，但赛前的准备仪式却充满了仪式感。鼓声震天，观众欢呼，运动员登场的每一步都像在书写历史。站在赛场的相扑选手，仿佛带着几百年的传统精神。比赛现场的氛围简直令人热血沸腾。说到夜晚的运动赛事，当然少不了棒球。在日本，棒球几乎是全民运动，无论是职业联赛还是大学比赛都备受关注。春夏季节的夜间棒球赛更是吸引了无数粉丝聚集在球场或电视机前，一起为自己喜欢的队伍呐喊助威。足球也是日本人的心头好，倔联赛，日本职业足球联赛在夜晚举办的比赛总能吸引大批球迷。灯光下的球场，人声鼎沸，旗帜挥舞，那种热烈的氛围足以让任何人瞬间成为铁杆粉。总之，日本的夜晚运动赛事不仅是一种娱乐，更是一场文化的狂欢。如果有机会亲临赛场，感受那份专属于日本的热血和激情吧。好了，感谢大家。日本的夜晚不仅充满了各种精彩的活动，壮观的烟花节和激动人心的夜场运动，都能让你体验到不同的文化与欢乐。如果你也想亲自体验这些夜晚的魅力，记得规划好你的行程，带着好心情来享受这些不可错过的独特体验吧。快来留言告诉我，你最想体验哪个活动呢？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